是我们也不知道这些 certificate 是真的还是假的，不然我们不知道去哪里投资。租金会便宜，我们还可以不要起价，没有办法的，因为就是到时才打算哦，为了生活也是要做了。你的姻缘不到的话，你也没有办法去强求啊。假如真的是不适合的话，不要勉强。王如明是本地知名室内设计师，经营设计公司27年，事业有成，却一直没有结婚。工作是我的全部，我很热爱我工作。开始的时候真的没有想太多，就是专注的在创业呀。但是创业真的很辛苦呀，但真的很辛苦。所以年轻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有去想到，要成家，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旅程。whereby 你自然时间一到，自然就会发生的一件事情。像王如明这样的人，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多。最新综合住户调查显示，本地40岁以下单身人口持续增加，其中30到34岁男性以及25到29岁女性的单身比例都比5年前明显增加。可能是找不到对象吧。宁可不要结婚，也不要随便进入一个感情。就是现在工作也比较忙，然后大家可能就可能找对象，可能一是没时间，二是可能确实不太容易找到。他们觉得比较自由自在，不想会有这么多的担忧对，这么多的负担也是。Maybe the guys are not taking the initiative. I feel for the girls, it's still traditional thinking. They don't initiate. 学者指出，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是不要结婚，而是希望等到真正适合的人。他们宁可等待对的人，并趁年轻先拼事业，实现个人目标。Marriage remains on a pedestal. It's because they put marriage on a pedestal that they find i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significant other who can partner them for a lifelong journey. Now, herein lies the problem. To find that perfect person, it takes time, okay? You have to invest in it. You have to invest in courtship. You have to invest in expanding your social circle so that you give yourself a chance to meet different people. And what we don't give them is this time. 另外，社会观念也在改变。当身边越来越多人都单身，结婚这件事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人生一定要完成的一件事。因为新加坡的生活水准太高了，不是每个人都希望早婚，有些人会迟婚，对，但是很多人的想法就是创业先吧，你有积蓄，你才能慢慢的规划你下一步要怎么走。So it used to be that in your 20s, every other person you know has a boyfriend or girlfriend. So if you don't have a boyfriend or girlfriend, you feel like, oh, darn it, how come I don't have a boyfriend? But now, if I'm in my 20s, I look around, everybody is hanging single and, everybody is free and easy, and the pressure is not there, right? When the pressure is not there, then of course you put your limited time and effort in the things that seem to matter more to everyone else. 看到外面的那些桌子椅子。王如明说，他也曾经尝试使用交友平台寻找对象，却一度怀疑遇上爱情骗子而不再使用。就是很关心你哦，就是跟你整天跟你 hello 早 hello 晚，问你吃饱了没有啊？等突然就讲说哦，他就发了一张截图，就是讲说哦，他今天赚了多少钱啊？这个就是所谓的 red flag。所以你看到这个的话，我就把它删了，对，拉黑删除，对。如今，王如明早已习惯一个人的生活，工作、旅行、打高尔夫和好友相聚，生活简单却充实。
对于恋爱和婚姻，他依然持开放态度。因为我很爱家的，所以当然，假如遇到了适合的话，当然会考虑啊。单身总会看结婚家庭是美好的，结婚家庭也觉得我们单身的无忧无虑，过得很自在、很悠闲不用去烦恼，所以都是互相羡慕吧。我觉得，其实单身不一定是孤独的。但是有时候，当然，你静下来的时候，你就觉得突然间很安静，有一点孤独感。但是这种感觉不常有呀，对，因为都很忙嘛。只要把自己过得开心、健康，我觉得那个最重要。对自己负责，因为假如你单身的话，没有必要去跟任何人交代。就是你自己而已，所以你就只要对自己好一点吧。他曾因工作忙碌错过陪伴父母，也耽误了自己的终身大事。看投不投缘吧。如果你选择一个工作很忙的，你根本碰不到这个投缘的人啊。钱向慈经营幼教中心，也曾经在银行业工作过20年。那些年，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留给了工作。就是大学一毕业就一直在银行上班，工作时间比较不固定，因为我回家真的是太迟了，连吃饭这个短短的吃饭的1个小时我们都错过了。因为我爸爸年纪比较大嘛，很早睡，可能9点半就去睡了，有时候都完全没有碰到他面。我一路来都是很喜欢小孩，所以现在就觉得搞幼教吧。父亲2022年离世后，他把陪伴母亲放在人生第1位。你要多少你自己呢？即使拥有自己的房子，到现在还是和母亲同住，凡事亲力亲为。因为我妈妈下个月就80岁了，所以虽然她自己很独立，自己可以搭车上巴萨，可是终有一天她可能会依赖我吧，可能需要我。根据2025年综合住户调查，本地家庭规模持续缩小。2025年的平均家庭人数是3.1人，比2020年的3.2人微跌0.1。随着家庭越来越小，加上单身人口增加，未来长者可依靠的家人将越来越少，原地养老也不能再只依赖家庭，而更需要社区共同支撑。Even if you are married and even if you have children, in terms of caregiving for older adults, when you need help, even if you have those children, right, they may not be able to come to you in time, and they may not be able to provide consistent, systematic, daily assistance. You may have to depend on the people closest to you. 郑宝莲认为，与其催婚，不如创造一个让年轻人有时间经营感情的环境，例如推动工作和生活平衡，以及更灵活的工作安排。不过，疫情后，不少企业重新要求员工回办公室，灵活工作安排也逐渐收紧。Whenever there's a crisis, all matters stand down because profit margin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So right now we have, economic uncertainties. We have a war going on, and so with prices escalating, again, social concerns take a back seat because companies are just focused on making ends meet, or watching the profit margin. 很多公司都有这个灵活工作制，可是有没有效又是另外一回事。如果的工作量大，工作做不完，我还是要留下来啊。如果以一个比较负责任的人来讲，所以他还是有一些人责任心比较大的人不能受益吧。像我先跟你讲了。转行后，钱向慈终于找回陪伴家人的时间，也重新拥有自己的生活。这么你今天
你是不是想到你很紧张哦？今天你平时都很 OK 的，为什么你？我现在很享受我现在的生活。我有一群朋友专门看演唱会，我有一群朋友就是找吃饭。碰到有缘人，我肯定不会排斥啊。然后只要他现在不打扰我现在的很享受的这个自由生活。你现在是看新的吗？你现在全部看那个？其实我一路来不是一个考虑很长远的一个人，所以我常常都是比较顾虑现阶段，就是妈妈为主吧。对于未来，钱向慈也想过很多，并且和王如明一样，都相信陪伴未必只能来自婚姻。应该不会在新加坡，退休吧？呀，对，可能会往外国发展。对，因为外国的节奏也会比较慢一点，生活水准也没有这么高。因为我四周围有几个好朋友都是单身的，所以我们也想过说，到时候我们就买一个房子，4个人住在一起，互相的照应、照顾呀，看谁先走啦。我单身朋友很多，所以我们半开玩笑的说过，我们要一起租一个老人公寓，可是就讲好说，我们不可以一起住，一定吵架，就住同一栋，不同单位，可是每天就固定说早上几点，我们一定要大家下楼喝咖啡，然后哪一天你没有出现，我们就上楼敲门。其实当时是觉得有一点玩笑话，可是现在想一想，其实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安排。越来越多人选择单身，几十年后他们会怎样面对晚年？每天他下来，为什么这2天没有下来？然后我跟你说，其他家看了，他锁门了嘛，我们开不到嘛。然后哪一则啊，在窗口里面看到，倒在那边来，我知道他没有去了，就是等在那边了，整个人，然后就跟我朋友讲，完蛋了啦，快点打电话啦。我不知道是什么味道，也是楼下煮东西的味道。他的老婆以为是那个虾。堂哥，那你后来你为什么决定要报警呢？是不是没办法，一个味道越来越重嘛。后港一道第174C座主屋，短短1个星期内接连发生2起独居死亡事件。你内心会害怕吗？不会啦，这种事情我哪里会怕？很多次了，可以避免啦。不过看人机会不会帮他打电话什么啊，对不对？因为你们关掉人家一定不管的嘛。本地65岁及以上的独居年长居民，过去10年翻倍，从2014年的42100人增加到2024年的87200人。而随着越来越多人选择单身，一个更长远的问题也浮现：几十年后，当今天的年轻人慢慢变老，会不会有更多人一个人走进晚年？ I think that it is almost inevitable that we'll see more and more single member households in a super aged society. If we don't do anything about it, it will be inevitable that more who are single and live alone will end up, facing end of life alone. 这样子一个人死在外面，很平常哦，因为你单身嘛，没有人跟你住嘛，所以这个很自然的现象咯。如果你跌倒或者你病了，或者忽然间你心脏停了，现实就是这样嘛。如果是真的发生在我的朋友圈里，还是在自己的家人内，我会觉得很愧疚。为什么我没有感应到有什么东西发生这样子？
真正让人担心的不是一个人生活，而是当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的时候，还有没有人会发现他需要帮忙？有时叫我买东西什么啦，会了啊。就是看一下今天大家都还好吗？有没有去照顾一下？有啦，每次我有跟他看一下了，每次有照顾到一下了。没有结婚自己靠自己就比较自立一点，有什么不对发热啊、发冷啊，我们就会自己自立去看医生咯。走得动的吗？走不动就没有办法，要靠人。我有一个朋友走不动就很可怜。看似平常的一句话，却说出了不少独居长者最现实的担忧。而陈建荣每天做的，就是尽量不要让长者悄悄失联。身为生命关怀之家副经理，他除了关怀生命康乐中心的长者，也和社区伙伴一起留意区内长者的情况。他说，最怕的就是有人突然几天没了消息。就要看那位老人，如果他愿意迎接我们的话，对不对？我们就会做久一点，因为我们想要知道到底是什么让他选择，就是把自己封闭起来，然后而不要下去，比如说去附近的那个乐龄活动中心，跟其他的老人交流，去社交，去玩一些游戏之类的。有时候我们只是在门口，可是这10到15分钟，我们谈的东西可能就会救了一条命。I think important then is to build that neighborhood spirit where I may be single and living in my own flat, but I am part of Block 111, which is my family, my extended family, right? So my extended family starts from my neighbors to my left, to my right, my neighbors above, below, and my block should become my family. 拜2跟拜3我去那狮子会，在那边活动了。教一些人勾东西就跟人家那些老人开心啊，讲话啊。对不少长者来说，乐龄中心不只是活动的地方，更是认识朋友、互相照应的平台。还没踏入这个社工的这个领域之前，我在督导的一位青少年，他要求我陪同他去拜访他的叔公。那我们走出那个电梯的那一刹那，其实我就已经闻到那个好像有腐蚀的味道了，有一群那些昆虫，其实在那个百叶窗外面在盘旋，然后他们在那边的话，其实我们已经大概知道里头可能会有尸体了。从那以后，陈建荣更相信，多敲一次门，多看一眼，也许就能避免另一宗悲剧。我们会跟附近的一些乐龄的活动中心，跟那些关爱乐龄的办事处，还有那个居民联系网，我们会跟他们就是互相分享那个消息。他们选择独居的话，通常他们很注重他们自己的隐私，不想人家去打扰他。近年，保健卫生部持续扩大活跃乐龄中心网络，目前全岛已有超过230家，希望主动接触独居和较脆弱的长者，不让他们和社区失去联系。不过，再多的服务也很难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关心。看见主播发现，居民没有责怪子女，大家反而不约而同提到一个人——邻居。你们可以接受子女久久来一次啦？哎呀，这个无所谓嘛，因为他也是有他的家庭嘛，我们不可以怪他，他不可能一个人跑2边嘛。有时候我们要了解子女的痛苦，我们住在一起好像一个干工这样啊，我照顾你，你照顾我这样。最重要是邻居要好，因为子女久久来一次，我们人是每天都看到的嘛。只是这样的守望不会自己发生，要有人愿意踏出第一步，也要有人愿意一直坚持下去。我们人手不够，然后人力是最大的一个挑战。那当然，我是想鼓励，就是我们新加坡人，尽可能我们出去当一名义工。即使你不当义工的话，你也可以留意一下你的周边，你的邻居有没有哪一些是乐龄人士，去关心他们。走过跟他们打声招呼也好，
去注意一下他们的一些生活的一些可能一些习惯，然后就多加留意就对了。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关心，科技可以成为另一道保障。为了我们父母，我们可能可以就是考虑在家中安装那个闭路电视，也可以安装那种感应器，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父母就是他们在家里没有发生什么事。一句问候，一趟探访，看似简单，却可能成为独居长者最重要的依靠。I should know some of them. I should know many of them because by name, right? And I should have good social relationships with them so that I don't have to ask. They will come knocking on my door to say, "Are you all right? I haven't seen you for a while," right? 这边呢，这个2个 table 啊是那个 MB 啊 approve 的，给我们坐这边，好像看 ambulance 来啊什么来啊，一定要给拨一下，哎，去几楼这样子。这个不是给拨，这个是帮忙。前线追踪欢迎您针对任何课题发表意见和看法，以及提供节目素材和线索，让我们为您追踪报道。您也可以到巴世界网站重温节目和观看更多视频。